而今天下午呢，在刚刚4点半的时候，这2个人则是真的正式会面了。好，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有谁？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看到2个人呢握手了。终于，大家一直在问有没有，到中午我们都还在问这件事情。结果呢，看到了2个人正式握手，来带您看一下这个画面了。好，这2个人的这个正式会面呢，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大的会议场里头。那同时呢，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是坐在正中间，那布林肯呢是在他右边，而他左手边呢则是他们的外事主任王毅。其实王毅跟布林肯今天早上才刚刚见过，下午的时候呢，则是让这一场的见面真实发生。那当然啦，大家都会很在意的就是见了之后，然后呢，到底谈些什么？其实上午大家就在讲了，当王毅见到布林肯谈得好或不好，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习近平会不会见他。而现在呢，新华这边传出的消息就是在早上，王毅已经有很明确的告诉布林肯，要求美方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还有取消对华的非法单边制裁，以及放弃对中的科技打压，以及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这一次布林肯呢来到了中方，其实在出发之前，美方这边呢就已经透过非常多的媒体啊，或者是他们的官员私底下受访的时候都讲，不要有太多期待。好像是先打预防针，而实际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当然大家也会放大眼睛来看因为这是近5年来最高的美国官员来到中方访问，结果发现这次来的时候呢，跟2012年的希拉蕊相比，接机的排场差不多。好，可问题是在接机的时候就会发现，希拉蕊当时来的时候呢，这边可能看不清楚是有红地毯的，但是布林肯访华的时候呢，没有。好，再来一个呢，则是当双方在见面的时候，当时呢有见到胡锦涛，那这一回见到了习近平，这些东西感觉都是对等，但是昨天他在跟秦刚讲完话之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官媒好像并没有相关的报道，所以呢，在昨天跟秦刚见完之后，大家开始有各种的推敲。好，因为2边呢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声明啊，或者是更多的细节出来，那大家就在讲，到底为什么呢？会不会是因为有一些新仇旧恨？像是秦刚当年到美国当大使的时候，1年半的时间，你会说他是疫情啊，但是完全都没有见到布林肯，这个当时呢也让大家觉得是不是故意给软钉子呢？还有的就是他们提到的这个制裁的部分。好，李尚福他们现在的国防部长，还是持续的被美国制裁在他们的名单上头的。也因为这样，所以呢，他在香格里拉会谈的时候，谁都不见，电话也是不接的。那在对比什么？在对比现在他见了，虽然见到习近平，但是呢，也是拖到最后一刻才成型。而习近平其实呢，他在先前是已经先见了 Bill Gates， 在商界的部分那一场会面，他还特别说他寄望于民间呐，让大家开始觉得说，那所以他跟这个官方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期待了呢？其实呢，在整个布林肯来到中国访华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细节大家都会放大来看。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下的外长秦刚过往曾经是礼宾司长，他就说了，礼宾呢就是政治的体现，也是国与国关系之间的晴雨表，所以让大家呢对于他这一次来的排场会特别的在意，包括什么？包括了，所以大家就会讲啦，像他的这个没有红地毯啊，没有欢迎队伍啊，就是范德莱恩式的接机。因为那个时候马克龙跟范德莱恩一起到了中国啊，可是问题是一个呢是又有大批人马啊，又有这个乐队啊等等来帮忙接机，还有红地毯，另一个完全没有。所以呢，在美国媒体开始就在讲啊，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羞辱的开始，是中方故意在冷落布林肯，还说呢是用低级别的官员来接机。那事后我们也对比给您看了，其实跟当年的希拉蕊是一样的排场，只是没有红地毯。现在确实见到了习近平了，那到底双方说了些什么？内容实质有没有真的有共识？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昨天讲了7.5个小时，关门5个小时的这个会谈，到底讲了些什么？是不是贸易战？
能够好好的把它给和缓下来，又或者台湾问题，当秦刚已经说是重中之重的时候，布林肯如何回应？短期间如何来修复呢？奥巴马时期的亚太驻青罗素就直接讲了，说他认为啦，此行他看到2个讯号，一个呢就是他们从台面上的愤怒交锋已经变成了私下，但是是清楚的交谈，而另外呢，还有 Washington Post 则讲了，说虽然双方看起来没有重大突破，但是基本上如果这一局没搞好的话，那换句话说，拜登就没有办法到中国访问，就可能成为了1978年中美正常化之后第一位没能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再来则是双方如果没有办法真的做好所谓的沟通管道的建立，后续的这一些措施的话，担心会有军事冲突的发生。华春莹则直接说，其实你们一直在讲军事冲突，他认为如果中美真的发生了所谓的军事冲突的话，那只会由靠近中国领土的美军基建挑衅行为来触发。换句话说，就像是他们当年的发言人说的，说如果呢是中方变成一个合格的对手，一定也是被对手给逼的，他们不会出动，不会先出手。回过头来要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现在习近平正式见到布林肯了，这会面应该是在进行当中。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带你来看最新。但亮哥，您怎么看在下午的一个最新发展？我是看到央视新闻，他有发一个整理啊，然后说他们有5点同意了，对，那秦刚他表达的意见啊，事实上那5点都蛮虚的啊。不过他前面有一段话了，他说中方敦促美国恪守一中原则跟3个联合公报，然后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就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真正落实到实处。因为那5点同意啊，第一点叫做就是继续 follow 那个巴厘岛会晤，就2年前那个共识了啊。是。那这个共识事实上中国本来就认定美国事后就是完全反方向在做事啊，就那个4不1无益了。是。美国根本就反着做嘛，什么不要新冷战，结果就在搞冷战嘛。那中方当然认为美方在搞台独嘛。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又回到巴厘岛共识啊。那这里面有第3点是比较有意思的。他说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磋商。我觉得这一点啊，大概是习近平会讲的东西了。因为对习近平来讲，他不可能跟布林肯讲一些具体的东西啦，大方向，他一定是讲大方向那你也不要以为习近平见了布林肯就是双方有很好的新的出发点，破冰，什么春暖花开，那个都想太多了啦。我跟你讲啊，川普一样接见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啊，武契奇坐小板凳，被川普训话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了搞不好其实习近平是要跟他讲说，你们拜登从来没有遵守过承诺那因为我跟你讲，这个谈判不是一次性的，是布林肯回去，接下来就要看谁有求于谁啦。如果美国希望中国买美债，因为美国今年它举债上限通过了嘛，对，所以今年要发行美债是1.5兆，1.5兆大概有30%，至少30%是海外的购买者要买，三成就等于是4500亿啊。那如果中国跟日本都不买，你怎么办？你怎么卖得动啊？是，所以接下来是叶伦是一定要想办法去访问中国的。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是轮动的，就是布林肯来了，然后接下来轮到叶伦想来嘛那搞不好那个商务部长那个 Raimondo 也想来啊？为什么呢？因为 Raimondo 因为他希望中方能够买农产品啊。是。因为先前玉米也没换了单嘛那还有啊，9月9号 G20，对，你拜登是不是想跟习近平在场边开高峰会？这个都是联动的那我请问你，这些是谁有求于谁嘛？你不管是美债、农产品，或者是习近平，拜登想要见习近平，是谁需要谁？是，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是联动的啦。
联动的意思就是说，中方大可以啊，就看你落实到什么程度啊。如果你没有落实，那就算了。我没有必要跟你见面啊。我觉得接下来还有好几关他要过了，比如说美国的军舰要不要再进入台海？他6月3号不是给你拦阻吗？对。那美军说我绝对不让步，看你要不要再进来嘛。如果再进来又被拦阻，那你认为他会让叶伦去吗？所以这种事情都是联动的啦。那你美国的侦察机要不要继续在南海做抵近侦察？去年这种行为有1500次，对。那上次不是5月26号被拦截吗？是。那美国要不要继续干？你美国如果都继续干，包括南海的抵近侦察，包括军舰通过台海，那中国为什么要买你的美债呢？为什么要买你的农产品呢？那习近平干嘛见你拜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局啦，并不是说布林肯见完就已经结束了，不是的，因为后续是要落实的。是，而且最近就有一个事情可能即将发生，菲律宾那艘船在仁爱礁，如果最近有台风，搞不好中方就给你拖走啊，那拖走的之间的过程，美国的军舰会不会进来？这也是一个问题啊。是，所以我认为未来可能要从具体的小事件的堆叠啊，来看中美的关系是不是真的破冰开始改善了。是，那玉芳委员怎么样来看呢？原因是因为在今天呢，大家一直在讲说，OK，习近平见到他了。那务实一点来看的话，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共识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家最想知道的。只有一个共识了，不要开战了，这是唯一的共识了。美国现在他觉得他打了这个牌打得非常顺手，就是在军事上结合大陆周遭这些国家，让他们跟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本来一个破口是菲律宾，因为杜特地非常的不喜欢美国，可是现在上来这位这个老总统的这个儿子就不一样了，马可仕，对，马可仕就马上跟美国就增加4个基地给他，给美军，然后跟美国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所以对美国来讲，他就是会这样做，一直强化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贸易上，主要是在科技上对付你，让你要买的东西买不到，设备也买不到，产品也买不到，技术也买不到，而且不仅自己不卖给你，也叫他的朋友们都不要卖给他，就用半导体要把中国大陆这个把它让它整个的经济的成长就是迟缓下来。但是双方大概都不想作战。因为对美国来讲，尤其这个时刻，乌克兰战争，现在川普怎么讲？如果我当选20小时，我就把它结束掉。如果我已经选上，当时如果是我选上的话，根本没有乌克兰战争。那如果我再度当选，24小时就把它结束掉，这对拜登是有压力的。因为美国有很多穷人，美国政府不停的送钱、送武器给乌克兰，对这些人民来讲，他们会觉得拜登不是一个很好的总统。川普有可能是所以拜登想要结束乌克兰战争，在他选前，现在除了中国大陆，谁对莫斯科的影响最大？对普丁的影响最大？没有了嘛，就是中国大陆嘛，所以他希望跟习近平把关系弄好。如果能够透过习近平向这个普丁施压，然后把乌克兰战争早点在大选以前把它结束掉。这对拜登来讲，这是最好的。好，那当然还有其他一个原因，就是说，万一真的战争爆发，美国人其实对战争是很害怕，别人替他打，这个他愿意，他自己打。你回国2次大战之后，他不是没有吃过败仗对不对？你在这个韩战基本上大家打成平手，虽然中国大陆死了很多，越战你可是被人家打了跑掉了，好不容易在波斯湾战争打得不错，可是波斯湾战争你也死了不少人呢。后来的占领期间老布希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死人，小布希那个时候死了很多人，死了几千人了。阿富汗你是半夜逃走了，所以美国人其实反战的气氛也是很高的所以对他来讲，最好就不要爆发战争。你在韩战打那么辛苦，在阿富汗打这么辛苦，越战打这么辛苦，你就跟中国大陆当面打。那可能就是核子战争所以就为了这一点，我觉得美国是一定要让这位国务卿
布林肯要到中国大陆去。中国大陆，当时我就认为习近平一定会见他了。只是中国大陆某某夫妇就想在谈判中有所收获了。最后一定要见他原因，因为他也觉得美国的这种经贸上、科技上对他的制裁，他也受不了，中国大陆也受不了嘛。所以他也想跟拜登看有没有办法改善关系，至少不要变坏嘛。所以习近平见这个布林肯这个事是必然的事情。是，对。那请教彬哥怎么看？因为王毅很直接跟他讲，停止炒作中国威胁，非法单边制裁不行，科技打压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万万不可，有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这个基本上就是做不到的事。美国一定是往这条路上走，不会改变。所以我的预测没有预防委员准，因为我本来认为习近平可能是不会见他，因为一开始给他的待遇并不是很高。对，那再加上就是看起来双方是不太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所以我本来认为他不会见。那他还是会见他，表示习近平不管怎么样对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期待。那至少希望中美关系不要继续恶化下去，希望能够至少维持在一个就算是低点，也是一个不至于引起直接冲突的低点。那可是问题是，你看中方这一次一直不断的在提什么巴厘岛共识，对，那我就觉得中国大陆以后是不是要改掉，以后共识这个东西不要再提，他每次只要一提到共识，到最后就没共识。9·2共识也现在没有了，然后巴厘岛共识也没有，因为巴厘岛共识基本上我不知道当初拜登到底是真的承诺还是假的承诺，还是根本是中方这边误解他的意思。因为巴厘岛共识在中方这边的解读来讲，是他不会去围堵中国大陆，双方不会新冷战，然后呢，他不会去那个压制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可是从巴厘岛结束，去年11月到现在，美国就是正在干这些事情啊，完全干，没有一样少了。就是拼命往这个方向前进的。那美国现在急于想要见习近平，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美之间直接的冲突越来越多，他很怕真的会突然之间就莫名其妙发生战争，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沟通管道。那布林肯这次来，应该是最起码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达到。但是你说要到双方一下乐观到可以，习近平又可以跟拜登会面，我觉得这还天差地远，还远得很。那现在只是很基本、很初步的，大概双方稍微建立一个最起码的安全机制。那之后的，我觉得习近平大概也会直接跟布林肯讲，大概也是要看布林肯跟美国最后的表现而定。所以我觉得未来到底拜登跟习近平会不会碰面，我认为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那还要看美国的做法。可是我认为美国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压制，顶多有些东西会对他自己损伤也很大的时候，他稍稍放松一下。可是整个态势是不会改变，他一定会全力往这个方向前进，这是未来10几20年都不会变。是好，其实呢，我们在讲说美中现在可能也在一个地方一触即发，这是哪里？这是南海，好，大型包饺子现场，这个标题就直接这样下了。就是刚刚这个亮哥提到的仁爱礁，好，原因是因为呢，今年中方下一个通牒15号，现在早过了，那也看到了雷根号航母呢直接杀进去，然后解放军舰呢就直接把它给围堵起来。那很明显嘛，在美国人这个时候介入，当然就是给菲律宾撑腰喽。所以这一场要如何来解决，大家很想知道。而现在呢，其实在这个东海的部分呢，则是由美日澳加他们4国的海军也正在进行联合军演。整个过程呢，这大陆的解放军呢也特别派了4艘军舰来全程围观。就在这个印太地区，现在美国呢基本上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投射还是很努力的，因为呢仁爱礁这个事件，大家就说了，菲律宾他们自己应该没有办法做到，他们现在需要靠一些外围的帮忙，像是什么，像是搁浅在这边，那里头得要有补给啊，所以说还特别派出了6艘快艇3个方向，然后来突击，希望把东西给送进去。那对于中方来说，他们现在已经讲明了，只要呢有任何的机会，他会把这一艘船给直接拖走。那如果是真的发生到这一步的话，有没有可能有进一步的冲突？这是国际间大家都在看的，因为这可能牵动到南海的情势。回过头来，在美国呢，美军他们这边自己呢，则是对于他们的势力范围还是有所扩展跟回防，包括他们现在有第1个北极的深水港是在阿拉斯加。美联社就直接讲了，这战略意义是很大的，现在已经投入了超过6亿美元来进行扩建。那如果真的是进到了这个地方的话，
他们之后除了可以停靠航空母舰，还有所有吨位的军舰，那对于他在俄罗斯或是在整个极圈这边的一个势力是大大的增加。而现在呢，他们想要能够更进一步的，除了印太战略之外，当然的还有就是他必须要回访北约。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北约他们要换秘书长了。法国人开始有些意见，马克宏就讲啦，现在如果说真的是换了这个英国的国防大臣华莱士的话，他觉得是非常的不合理。而原因是什么？北约他觉得英国现在呢，他希望换一个欧盟的，但是呢，他们已经不是欧盟成员国了嘛，他还是认为是不是能够北约大西洋组织有欧盟成员国的人来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呢？因为大家的观念、大家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像是欧盟现在呢，正在加速运送武器到乌克兰这一边来，还说呢要未来1年提供大概100万的大口径武器。但是其实他们也看到了，普京一直在警告说，你持续把东西送进去，甚至送给他 F-16这种攻击型的东西的话，你们小心自己会卷入战争、卷入危险。而拜登呢，现在的说法则是也开始出现转圜了，直接的讲，如果你想要进入北约乌克兰啊，我们不会帮你开巧门啊。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战争当中的话，我们不会为了你破例。那欧洲呢，更是希望能够赶紧结束这场战争。看到现在他们其实动态也开始在改变了。德国这几天要进行的是中德他们之间的一个政府的会谈。那现在呢，李强已经到了德国柏林了，说呢希望能够深化友谊，充实全方位的战略伙伴。你看看他抵达之后呢，德方基本上是有礼宾、有红地毯，非常慎重的在迎接他。当然，对于德方来说，因为是联合政府嘛，所以肖兹他必须要做的是如何让中方感受到你的诚意，但是你能够抚平国内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包括大家一直提出的去风险化。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也许他们跟中方的关系会大大的有所改变。回过头来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南海中非仁爱礁对峙这一局？这个仁爱礁，中国海警局在5月15号就公布了刑事处理的规则啊。那6月15就到期了，也就是说菲律宾你撤走是最后一天啊。那之后我就要按照刑事规定来执法了啊。因为他这个等于是域外的，就是侵入他认为这是他的领海嘛。那不管是人事也好，或者舰船都算了。对啊，他目前的算盘大概就是阻止补给了。阻止维修了，断粮，对。那你上面的士兵，看你能吃到几天嘛？然后趁着台风来啊，因为现在进入台风季节啊，那我就用人道理由让你的士兵离开。然后我就旁边有三条很大的拖船啊，就趁着涨潮就一下把你拖走，这样。我中方的计划目前大概是这样，可是到底是哪一天我们不知道。可是应该是运用台风啊。那就是你断粮嘛，所以我是基于人道理由把你拖走。那这个美国我认为不会介入啦，因为美国那个航母在附近那是在演习啦，并不是为了仁爱礁，仁爱礁太小了啦。那可是中方也不想跟菲律宾发生真正的军事上的冲突，因为上面那些人是士兵呢，而且也是携带武器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谈呐。不至于发生军事冲突了，因为坦白说，今年他们也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够审嘛。那因为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都同意了，只剩下菲律宾啊。所以他也不希望把情绪闹僵啊。那菲律宾也不会去违逆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意见啊，比如说越南啊、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国家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是希望这样子做一个处理啦啊。那可是我还是觉得会发生，就他会拖走，因为他刑事规定已经定了，是你总不能那个法律耗在那边，那都不执法啊。是，那这国内也有别的意见，那怎么办呢？好，所以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最后会如何收场？美方有可能介入吗？是用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先进广告。
好，我们刚提到在南海最近呢，可能这一场仁爱礁到底什么时候会有所动作？美方会不会介入？来请教委员。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复杂。杜特地当时跟中国大陆关系算是很好。所以这个在这个岛屿的争执方面，他就比较温和一点。他说，反正也打不赢中国大陆，就这样子啊。可是现在马可是显然是野心他是比较强硬的啊，不能讲野心啦。那像这个问题，中国大陆其实还是在硬中有软的一面啦。你说他的那个西部军区的那个司令 Gallos 那个中将，前几天坐着一条木船跑上去了。还在上面升了国旗，还拍了照片。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么近的监看，他可以做到水泄不通，你怎么可能让你上得去，还拍得照呢？对不对？所以中国大陆有一定程度的忍耐啦。然后这次他补给船嘛，这2天补给船上去补给嘛，他没有阻扰他补给。所以刚刚讲说要把他扼到他们自然这个离开，这是不可能的。他的补给一直持续在进行啊。所以双方也不想为这个事去完全撕破脸。中国大陆知道他现在是很辛苦、四面楚歌的时候。然后你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面过分的强硬，真的用拖船把这艘军舰搁浅的这个烂军舰给拖走的话，你刚好又中了美国的计。美国就希望你这样做，那你再弄到菲律宾态度会更强硬。东南亚这些国家也不得不多少帮菲律宾讲话。那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你如果撕掉东南亚这一块的话，你在国际政治上你会更孤立。现在幸好有东南亚这些国家比较温和，特别是新加坡带头说我们不选边。所以在多数的新加坡的东南亚国家，除了这个菲律宾以外，他们基本上是不选边的。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就只有拖下去了。不是你想处理就可以处理得了。双方大概都要相当程度的自我约制了。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最后我们要请彬哥总结。最后我们要请彬哥帮我们总结。我觉得乌克兰这个战争其实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你看泽连斯基他最近突然之间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他就讲说，如果乌克兰沦陷了，到时候就是北约其他国家，包括波兰啊，包括波罗的海三小国，就会遭受到俄罗斯的攻击。到时候你美国的选择就是你要让北约崩溃掉，还是要直接战争？那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援我，你这个时候不能放弃我。那可是拜登这个时候的回应就是说，你那个我们一切还是按照规矩来，北约也不会为了你放水，还是一样按照我们的标准来。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乌克兰前一阵子一直在放话说我们进北约没问题。对啊，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听他们在放话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可能？这个时候让乌克兰进北约，那不是直接跟俄罗斯宣战的意思？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北约是攻守同盟嘛，你知道一国被攻击都要大家一起攻击，所以北约绝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让乌克兰进来。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海滨。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昨天这个 TVBS 民调呢出来之后，很多人都怎么会这样哈？因为呢看到了。柯文哲竟然直接升了10个百分点，跳到第1名。侯友宜呢，则是持续在第3。那现在大家就在问，为什么柯文哲会冲第1？这个民进党立委洪胜汉的讲法是：你以为你很厉害哦？不是你多厉害，是侯友宜太弱了。还强调民进党会持续争取年轻选票。好，会这样讲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啦，在这一次他能够大大跃升。你如果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他在20到40这个年轻区块，基本上呢是大大碾压了另外2位竞争对手。那王上志哥呢就直接讲了，说他认为柯文哲最成功的一点呢，就是现在看到了赖清德做得不好，可能也有一些性骚等等的疑云等等。然后呢，这个侯友宜呢，则是因为
为卫奥案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一塌糊涂的，两边各有他们必须要坚守的战场啊，各有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当中。而柯文哲这近1个月来的民调呢，其实如果你把他的网络声势摊开来看，会发现他几个高点，一个呢是在宣布要参选的时候，一个呢是跟郭台铭合体的时候，再来就是现在变成民调第1名的时候，上上下下的。而对于他的候选人个人的喜好程度来说，现在也发现柯文哲其实是有过半的哦，52%，同样是把赖清德47%，还有侯友宜44%，远远的甩在后头。如果从地区上来看的话，这个分析也蛮有意思的啊。原因是因为北基，照理来说，虽然柯文哲以前是台北市长，但侯友宜你现在还是新北市长啊，在这边呢，北基的部分，柯文哲拿下30%，侯友宜呢则是还输给赖清德，只拿下25%。至于在桃竹苗部分呢，他同样也是领先的。还有一区大家也没想到啊，因为这是高屏澎。换句话说，在南部这边，大家本来以为说，应该比较绿啊，但是柯文哲拿下35%，是远远赢过赖清德的25%。那大家就要问，为什么这个效应是什么造成的？民调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显示说他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抛出的议题得到关注，而且呢，如果你从政党的这个支持度来看，你也会看到，发现在国民党这一边，基本上呢支持侯友宜的没有像支持其他2个人的，比如说80%啊、90%这么高，它只有73%，党内支持度已经从80%掉到73%，显示的就是他其实在蓝营内部自己的整合也还需要多多加油。你会问哪几个点可以把蓝军换回来？其实我们已经讲过非常多次了，就3件事情。一个是什么？2018反年改的时候，你有没有帮这个大家认为是比较多蓝营选票的军公教好好来争一口气？当然他这2天有说话了啦哈。那2019呢？当时你不当韩国瑜的新北竞选主委，韩国瑜这边处理了吗？2021 4大公投，你的那4个岁月静好这4个字，是真的需要好好跟大家有一个交代。我们刚刚讲的说基本盘军公教票，现在呢他在参加黄埔建军的这个活动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说军公教退辅修法，这是他上任之后一定会做的事情。但是呢，也有人建议他，你是不是可以再请，比如说柱姐洪秀柱在这个族群里面讲话有声音啊？比如说韩国瑜，是不是能够请他们来跟你帮忙？而今天呢晚上他非常重要的一场就是到台大去了，因为现在呢民调大家就说是看出了声量，甚至就连这一位台大的老师现在大家也看到了他在脸书上头的发言。好，这个是台大政治系的副教授关锦鹏，他直接讲了说，如果说呢，彭锦鹏他直接讲了说，如果说呢是真的，现在连 TVBS 做出来的民调都是这样的话，除了50几岁通通落败的话，甚至他还讲是不是主动退选是唯一选项，开始有更多不同的声音在出现。朱立伦当然昨天回应就是说，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这代表的是一种民间来自蓝营基层大家的各种焦虑。而柯文哲当然就是乘胜追击嘛，明天据说呢他要到基隆去来拔绿桩，因为呢他要去拜会的是蔡英文现任的国策顾问洪团章。那如果是真的在这个把他给拔下来的话，那是不是不是蓝的票而已，他也能够吸到绿的票？而且呢现在赖清德可能也会把炮火给转向了，毕竟现在以前打侯卫要案，而之后呢是不是就会把炮火转向柯文哲？这个都是我们后续必须要好好来观察的。回过头来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好，现在洪申翰直接讲了，说柯文哲会赢不是因为他多厉害，是因为侯友宜太弱。那赖清德为什么没有赢柯文哲呢？对不对？那是不是因为赖清德也不够强呢？事实上这个我觉得侯友宜的主要问题还是声量啦，就是他的个人或者是竞选团队没有进入作战模式嘛。比如说我们查出那个说药师开这个巴比妥，今天高雄市也查出来了。是，你看陈其迈第一时间就做危机处理。我觉得
高雄那个新闻要继续往外扩散就非常困难。新北市挨打了1个礼拜耶，那请问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我只能够归咎于陈其迈很懂得政治攻防啊，所以很快的就做危机处理啊。危机处理本来大家就知道嘛，就是你如果在72小时没有处理好，你就完蛋了啊。那我觉得民进党就是比较有这个经验嘛，就是这个绝对不是你的市政问题嘛，你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因为你在选举，那民进党一定想方设法把各种好像看起来是新北市的问题扩大为整个全台湾政治的问题嘛，所以教育部、卫福部也加入战局啊，然后他还在相信司法调查，结果到现在北检有把调查报告拿出来吗？没有啊，你就继续挨打啊，然后你的行政调查你还没做，那你还在寄望这个司法调查会先有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讲不是就这件事啦，而是他整个竞选团队就是公务员集团啊，我讲白了啦，打选举怎么可能用公务员心态来打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未来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晚上他要去台大，是，那肯定又会有尖锐的答问。那我跟你讲，第一时间人家一定先针对你不利的答问，明天早上人家一睡醒就看到一堆了啦。那请问你有团队准备好今天晚上就要做消毒吗？或者是把你打得比较好的立刻做剪给人家看？就我们立刻可能就会看到明后天又充满了就是对你的嘲笑嘛。所以我觉得他真正的问题真的是这竞选的节奏啦，实在是就是落后人家好几拍啦。那这里面柯文哲当然就是对比最强烈嘛，因为他就跟鲨鱼一样啊，看到有东西就咬上去了，那也许咬得不太好啊，那等你后面要追打那只鲨鱼的时候，他要去咬别的东西了，所以他就是非常灵活嘛，然后他的团队也是网络啦，然后文宣的高手嘛，然后现在整个风向带起来了，很多人会跟进啊，所以你就到处都是看到他的影片啊。这我觉得落差就在这里了。那因为这个选战是3个人在打，是你只要没有巩固你的基本盘你就很容易被敲散了。那赖清德他的基本盘守得最好嘛，所以赖清德你看他再怎么样，性骚扰也只跌了 1.5，对不对？人家基本盘是守得好好的啊。侯友宜的基本盘，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巩固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他跟民进党的鲜明对照的政策主张或者是说，如果你不让我当选，台湾就会面对哪些灾难？我们没有看到这种语言你会说这样很煽情对不起台湾老百姓只有这样才听得到。问题在这里你如果继续维持那种公务员的发言模式，那你去当幕僚好了啦。你要当候选人，你如果讲话不够大声，不够辛辣，你上不了版面嘛，你没有办法变标题嘛。这个就是台湾目前选举的常态所以为什么柯文哲会上来嘛？因为网络到处都是他的新闻到处都是也不管对不对他连说要发动网军去打大陆他都可以把它扭曲成说我是说治安团队啦。为什么你会立刻听到治安团队这句话？因为他的影片明天就修正你还是会看到侯友宜一个修正，搞不好要1个礼拜之后那我已经积非成是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场选举就是因为是一个很接近的选举所以每一个人，你如果一跌落25你大概就我觉得那个落井下石的那个速度就会比本来还要快，是因为基本上是网络在传播啦，是，而且大家都知道蓝跟白没有整合是没有办法打败赖清德了，所以这种我认为这种落井下石的速度会非常快了，所以你一定要迅速要再站起来，不然你就会很麻烦所以我认为今天晚上这个台大的问答搞不好就是他的期末考了。
今天晚上台大问答1个小时的时间，到底这1个小时能不能够真的挺过去，这非常重要哈。亮哥讲过好多次，但是呢，彬哥我想要请教一下，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 TVBS 民调这个细排名哈，我们把它可以拿出来看，发现地域上头柯文哲赢的这几个地方，而且呢是赢过对手非常多的地方，会让大家有点讶异，说哦，原来现在的实况可能是这样，您怎么看？当然，因为每一个民调的做法不同哦，所以会产生一些差距。可是，在过去传统就是高屏澎这些民进党传统非常坚强的地方，居然柯文哲都能够领先，其实这个对民进党来讲显然是个警讯。是，所以他的一些传统支持者是不是开始松动？那你可以看得出来，最近这一段期间，柯文哲就是不断的抛出话题，不断的猛攻，他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防守的姿态，就是不断的攻击，攻击就算失败了无所谓，赶快换一个话题继续攻击。他就是用这种方式。那赖清德主要是守势，赖清德就是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然后想办法化解一些危机，包括 IMB 啊，包括 Me Too 啊，包括这些东西的危机。那可是问题来了，侯友宜在干嘛？他既没有攻也没有守。他不知道在干嘛，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最伤脑筋的地方，就是他好像完全步调不知道在哪里。虽然他一直告诉大家说他有自己的步调，会这样很踏实的前进，可是我根本完全看不出他的步调是什么。所以这是最让人家忧心的地方。然后如果说他是单纯的公务员心态，那显然新北市政府在为他防守最基本的市政这一块也没有防守好。所以很显然，一个本来看起来不应该是很大话题的东西，一下被烧热，延烧到变成全国的话题。然后变成强烈的家长的反弹，所以这个对侯友宜都非常非常不利。那但是我也请大家注意看，就是候选人喜好度里头，虽然最高的是柯文哲，不过他也才52%，那最差的是侯友宜，他也有44%，所以这代表什么？其实3个人其实是很接近。那只要一个事件或是一个攻防，可能就攻守易位，可能民调前后就会出现差距，因为现在3个人其实落差总共只在10%里头而已。所以你随时有一个事件，或是你的策略上取得了优势的话，或是对方发生一个重大失误，可能形势都会逆转。所以目前当然对三方来讲都还有拼搏的空间。那赖清德是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就是他现在这么早，他已经都在抛出所谓抗中保台啊、亡国感啊这些东西，好像这么早就开始把这个最后大绝招拿出来。那而且你拿出这个最后大绝招，其实是有点两面刃，也就是你一直不断的到各地都不断的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中间选民跟年轻人选票恐怕就未必会占到优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他不应该这么早拿这个东西出来。那侯友宜更可怕的就是侯友宜什么东西都没拿出来。那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那当然今天晚上我也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我完全赞同刚亮哥的看法。我觉得今天晚上他如果没办法过关，我所谓的过关就是你就算没有得分，至少不要失分。就是就算让人家觉得说你普没有什么亮点，但是不要让人家槽点特别多。那如果他还是跟上次政大的时候一样，马上被人家剪一个影片，然后满满的吐槽，那他差不多就结束了。那如果他能够至少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的话，那还能够止血，然后慢慢重新再想办法回升。那至于说他自己党内整合的脚步，我是不懂为什么整合一个国民党需要这么慢，我真的想不透。除了郭台铭这个非国民党人之外，你自己国民党党内的人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整合？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哦。所以如果连整合这一党内的脚步都慢成这个样子的话，你告诉我你现在很积极在打选战，我真的是非常的怀疑。是，确实哈，现在如果说是萨卡度的状况，基本盘非常重要。但我们刚刚也特别讲到了，在基本盘的部分，民进党他在自己内部，赖清德拿到民进党的支持度有8%，柯文哲不用讲有9%，但是国民党侯友宜只有7%3%，这其实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差距。那如何来看蓝军怎么回归？来，于芳委员，国民党我上次讲过，没有派系，但是有很多山头。我跟你讲，山头比派系还难整合。有的山头可能就是一个人啊，就在一个县市，然后他的家族力量很大，你要整合他也不容易啊，因为他一个人就可以做主了。那你派系的话，你是等于公制嘛，所以你派系里面有好几个头嘛，那所以你一个人的意见也不能掌控全局嘛。所以国民党问题就真的是人的问题了啊。这个所以你来讲嘛，徐邦会战为什么失败？因为大家都旁观啊，你该救援不来救援，你被中共。被共产党一只一只的把你吃掉啊！好，那现在有没有在整合？我觉得现在有。你看最近
这个马总统表示他全力支持侯友宜，连战先生久病初愈也出来。那王金平虽然说他不当这个主委，可是他现在也约了我们这些当过立委的，包括现任的立委要找了一个饭店就大家就准备要见面。那王金平大概就负责整合这一块所以是有当然会讲说那怎么那么难整合？那你就要问这是个文化了那有人就问说，那难道他都没有跟侯友宜联络吗？不是侯友宜难道没有跟韩国瑜联络吗？对，没有跟这个郭台铭去联络吗？你们觉得有没有？有，当然是有嘛，一定是有的嘛，而且有的就不止联络一次而已嘛。所以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侯友宜的问题，是个文化的问题。另外再讲，就国民党的这些山头的气度的问题嘛，跟智慧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要时间去处理刚刚有讲到洪秀柱的问题，那这个我就可以讲了，因为我算跟洪秀柱算是很熟大家住的也算很近。洪秀柱是100%是支持侯友宜的，所以你时间到他就已经站出来，你现在随时要他站出来，他绝对站出来，绝对是力挺所以没有问题啦。我个人都认为，像韩国瑜像其他的这些所谓蓝军的这些政治人物，到最后都会出来了。这个离选举大概还有7个月了。现在发生了很多事情，回头看都是个插曲了。你知道战役，你打了再多的战役，赢再多的战役，其实最后决定输赢的就是一次会战了。所以我倒觉得侯友宜的问题没有那么悲观。我认为总统选举是这样，任何选举都一样，要有好的剧本像一部电影一样，要有好的剧本、好的导演，然后好的演员。我坦白讲了，你再厉害的政治人物，你就只不过是个演员你有可能全部都懂吗？这个外交、国防、两岸你都懂，经济、财政你都懂。是不是环保你都懂？没有这回事啦。很多是人家把资料收集了给你，你还要把它记好背好，然后上去做表演，你就是个演员啦，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伟大啦。那我觉得侯友宜的是个性的问题了。侯友宜的个性就是真的公务员的个性，他如果说我老老实实的做，按部就班的做就可以了。你要搞清楚，你现在是这个跟你市长选举高票当选是另外一回事的，这是个非常大的战场。拿破仑小战场的时候，没有打得赢他，因为他都亲身前往，所以他都打得非常出色。等到战线拉长太长的时候，拿破仑一个人顾不了这么长的战线，他就输掉了。所以侯友宜第一个要先改变自己的个性，真的他的团队要好好去整顿一下。你不能施政团队。什么阶段用什么样的人？你现在的阶段是打一个全国性的大会战，你原来的人大部分大概80%都要淘汰掉了，要换一批新的人进去了。可是我认为民调会改来改去，各位想想桃竹苗是柯文哲有可能赢40%嘛？到最后，侯友宜有可能只赢24%嘛？桃竹苗是国民党的最重要，也可以讲说是最容易赢的地方，对，因为那是客家人的地方，北部的客家人基本上是支持国民党的，所以你看现在桃竹苗的县长、县市长都是国民党的，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认为到总统大选的时候，这绝对是侯友宜赢的地方了，所以现在民调就是参考了，只反映现在比较浮动的人心，是选民的看法，离选举还早得很呢。好。但是呢，我们这真的是，然后今天晚上很多人都在看，也很多人都在等，到底这一场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局？